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打着人权的幌子，对中国发起了疯狂攻击。在联合国，90多个国家发出正义呼声，以多种方式支持和呼应中方。周五，乌克兰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表声明，撤回联署加拿大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起的反华共同发言。当地时间周四晚，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强调乌重视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愿继续奉行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努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紧接着，乌克兰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官网于周五发表声明说，对22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次会议上关于新疆人权状况联合声明，乌方已撤回联署。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六晚应询回应称，这充分说明公道自在人心，少数西方国家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打压遏制中国，阻碍中国发展，注定是徒劳的。发言人表示，乌方的决定体现了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表示欢迎。从一开始，他可能是有误解，或者是迫于压力，那么也参加了加拿大进行的这个联署但是呢，他又能够正式的、及时的、公开的，那么撤回这样的联署。我觉得也是勇气可嘉，精神可嘉，这也是以事实为基础，以国际法为准绳，公平和正义之举。周二，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诺顿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读出一份联合声明，内容包括敦促中国立即容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前往新疆，以及批评中国在香港推行香港国安法等。出乎加拿大等国意料，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90多个国家发出正义呼声，以多种方式支持和呼应中方。少数西方国家借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抹黑中国的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有分析指出，国际社会力挺中方，用实际行动说明公道自在人心。少数西方国家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打压遏制中国，阻碍中国发展，注定是徒劳的。实际上呢，它从数量上看已经超过了联合国会员国的半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联合国的这个最重要的人权机构人权理事会上，那么西方国家呢，并不起主导作用。加拿大的这种做法呢，是搞这个人权的这个政治化，是在联合国的舞台上搞这个人权的对抗。那么这是这个违背了这个人权领域的国际治理的基本原则的。事实上，在涉疆问题上，中方已多次明确表示，始终热烈欢迎任何包括驻华使节在内的各国人士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同中国人民交谈交流，认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周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透露，早已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发出访华并访疆邀请，双方一直保持沟通。赵立坚同时强调，此访应是友好访问，目的是促进双方交流与合作，而不是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所谓调查。坚决反对任何人利用此事进行政治操弄，向中方施压。这一次呢，是加拿大冲在前面，在人权理事会的届会上呢搞联合发言。那么这个做法呢，也并不罕见，并不奇怪。那么美国呢是人权政治化、人权外交的始作俑者，加拿大是他的盟友。那么加拿大还有其他的一些五眼联盟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那么近些年来呢，时不时的就拿着人权问题说事儿对中国进行指责。这种指责呢，没有事实根据，以虚假的信息为基础，也没有遵守这个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般准则。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打着人权的幌子，持续在涉疆、涉港等议题上污蔑抹黑中国。有分析指出，一直以来，西方国家总是在人权方面对其他国家指指点点，殊不知这些国家才是人权最大的践踏者。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就是企图以此掩盖他们在人权方面的罪行。前段时间，加拿大一所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发现了215具儿童遗骸后，又在另一所学校旧址发现多达751个无名坟墓，为加拿大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又添一罪证。这一惨绝人寰的丑闻也引起了联合国的关切。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在联合国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代表近20国做共同发言，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对案件进行全面公正调查，确保所有责任人被绳之以法。
然而，加拿大方面却一再回避国际关切，反而倒打一耙，污蔑中国在新疆地区存在所谓人权问题。美国搞人权外交呢是由来已久的，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美国就开始把人权政治化。那么实际上呢，也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双重标准。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包括种族歧视的问题、应对疫情不利的问题，都非常的突出。而加拿大自身呢，最近也曝光出了大量的严重的人权问题。外界注意到，美国拜登政府自上任以来，抱持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强行拉拢、组建各种小圈子，试图以此所谓孤立中方。这样的做法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日前，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撰文指出，将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类比为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具有误导性。考虑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那些认为可以将中国孤立起来的想法是荒谬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乌克兰已撤回西方一些国家关于新疆问题的联署，您对此怎么看呢？主持人好。乌克兰呢是被美国总统拜登的欧洲行给搞晕了，以为呢欧洲国家都和美国站在一起了，但是呢很快又醒过来了。这次乌克兰撤回关于新疆人权声明联署，就是醒过来的表现。加拿大、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呢22日发布涉疆人权声明，乌克兰呢也是联署国家之一。但2天以后呢，乌克兰外交部就发出庆祝吴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的贴文，随后发布撤回涉疆人权声明联署。中方呢对乌克兰的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表示赞赏。乌克兰的醒来呢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醒来是一个共同的现象。这就是呢为什么拜登走访欧洲以后，国务卿布林肯又马上到欧洲访问，试图呢继续给欧洲国家呢开蒙汗药，不要呢让欧洲醒来。我们看到呀，拜登的访欧行程呢还没有结束，一些欧洲国家呢已经在声明不能够完全跟着美国走，去全面的对抗中国。欧洲呢应当有独立性，与中国该竞争的呢就竞争，该合作的还要合作，起码呢要确保避免另一场冷战。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呢，中国呀好像不再打西洋，不能呢让北约承担防卫以外的角色。那么最有可能接班默克尔的德国总理候选人之一呢，拉舍特公开说，我们呢可以向北京表达人权方面的关切，但没有必要彻底改变我们的对华政策。这些呢均是欧洲国家没有被美国的蒙汗药给彻底搞晕的表现。那么乌克兰为什么率先醒来，而且醒来的比较彻底？因为呢拜登与普京会见的时候，美国呢已经出卖了乌克兰一次。拜登呢为了拉住德国，叫停了对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制裁。那么对俄罗斯的画下的红线，也就是乌克兰呢不能够被接纳为北约成员国，也没有具体的应对。为了安抚乌克兰，美国呢有承诺给乌克兰提供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还邀请乌克兰总统访美，要给乌克兰呢提供90万亿剂疫苗。那么这些援助、这些疫苗呢，都只是口头上的分配。那么要拿出实实在在的疫苗呢，恐怕要到年底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当然知道中国和美国呢谁更可靠，谁值得信赖，于是呢就出现了撤回指责涉疆人权的声明联署。对于法德，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已经和美国站在一起了。欧盟也把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那么您怎么看欧洲的对华策略？欧盟选边站了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拜登访欧以后，急匆匆的再次访问欧洲4国，就是欧美呢没有完全站在一起的表现。这个美国呢着急啊。布林肯访问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梵蒂冈，那么前3个国家呢不仅是欧盟的核心国家，而且呢与中国的合作都挺广泛。其实呢，美国在受欧洲的影响，全面抗华的政策呢走不通，现在呢有所收敛，至少在言语上。欧盟提出的对华政策在2019年基本成型，也就是呢合作者、竞争者和系统化对手，或者呢叫制度性对手。美国和欧盟、北约的说法呢，实际上都采纳了欧盟的说法，制度性对手，而不是美国的全面抗中路线。
最近呢，德国和法国都在热议这个欧洲应该和中国保持怎样的关系，和美国呢怎样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尤其是德国，默克尔之后呢，该如何在中美之间呢达成平衡？各党派新老政治家呢都在激烈的辩论。那么我个人的判断是，欧盟在中美之间呢还是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会成为美国的附庸。那么这次呢，布林肯访欧这个法国外长强调的对华关系是合作者、竞争者和制度化对手3合1。这3个支柱呢，将根据特定的时间点进行组合，保持适度的平衡，不会偏废。这个排序呢，当然是值得回味的，合作是第一位的。布林肯接受德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说呢，这个我们的目的不是遏制或矮化中国，他呢有意把欧盟提出的对华政策的次序呢给倒过来了，说呢，这个美欧与中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各种不同的面向，我们呢是对手、竞争者，也是合作伙伴。那么它的排序呢是对手、竞争者、合作者。欧美呢对中国不同的这个角色定位，反映出的呢是欧美对华政策的不同。也表明呢，这个欧美虽然是盟国是朋友，但是欧盟并没有在中美之间站队，只不过呢，这个欧美呢在价值观、政治制度、人权等领域呢更加靠近而已。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岛内疫苗荒持续，却出现特权阶级插队打疫苗，民众疯抢封装残疾的荒唐场面。决策失误，政策空转屡见不鲜。在当局在民众心中的信任还残留几分，罗有志点拨关键。来关注岛内疫情，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日公布，新增8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8例为本地病例，其中德尔塔变异毒株感染者已增至12人。而岛内疫苗荒仍在持续。台疫情指挥中心周五宣布开放残疾施打，18岁以上的民众皆可登记候补。残疾一度引起疯抢，不过台当局并没有做好相关配套，导致岛内基层卫生单位和民众的一片混乱。有分析指出，目前台湾疯狂抢打疫苗残疾的奇怪现象，更加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执政无能。近日，台湾地区报告出现德尔塔变异毒株感染者，一对自秘鲁返台在屏东县居家检疫的祖孙确诊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其短暂接触的邻居、邻居家人及邻居友人搭乘的出租车司机均确诊。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日公布，该起群聚感染案确诊的12人均查出德尔塔毒株。屏东县政府要求所有商铺停止营业，所有居民非必要不准出门，并发放物资，展开全面筛检，并安排当地村民优先施打疫苗。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尔塔变种病毒的入侵，岛内舆论呼吁全台采取更严格的防疫规定。不过，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陈时中予以否定。到目前都没有直接升到4级的一个准备了哈。然后第二个，在这里面以屏东相对的当然有一些状况还需要做调查。有专家认为，台当局应对变种病毒的反应太慢。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台当局境外阻绝措施只做了半套。德尔塔变异毒株已传播92个国家和地区，当局却只列了7国是高风险地区。他建议，凡是近期入境人士都要采检2次，入境1次，隔离期满再检测1次。侯友宜讲的完全没错啊，我们现在真的是做半套。他声称说所有入境全部普筛，可是所谓的入境普筛是你入境之后，你从 landing 到防疫旅馆或居家检疫进去以后，还要隔一阵子才可以做 PCR， 而且 PCR 做完之后还要经过24小时结果才会出来。我请问，从 landing 一直到 PCR 结果出来这一段呢，它会不会是一个破口？难怪侯友宜会担心半套的结果，台湾很可能守不住这一次。我觉得应该防疫的规格要整个拉高。台湾地区疫情不断延烧，疫苗荒仍然持续的同时，再次出现特权阶层插队打疫苗，普通民众排队抢打残疾也无法打上的荒诞局面。为了实现所谓疫苗接种效益最大化，疫情指挥中心周五宣布开放残疾施打，凡18岁以上不限类别，民众皆可登记候补。接种残疾者必须在同意书上注明，并将接种资料上传系统。
所谓残剂与疫苗封装有关，阿斯利康疫苗与莫德纳疫苗都是多剂型包装，原则上一瓶包含10剂分量，可供10人施打。但厂商考量抽取系数以及为避免疫苗残留在针头导致剂量不足，原厂填充时会预先把可能浪费的量补足。以阿斯利康疫苗为例，一瓶剂量为5毫升，可让10人接种，每人施打剂量为0.5毫升，但为保险起见，厂商会填入超过5毫升的量。若医护人员使用刻度精准的针筒抽取，或采用低残留空针，就能减少疫苗浪费，让一瓶预计可打10人的疫苗，最多能供11人至12人接种。但无论是阿斯利康疫苗还是莫德纳疫苗，每瓶开封后都必须在一定时间内打完，若超过保存期限就得丢弃。目前岛内除医护人员、年长者等符合接种条件者之外，绝大多数轻中壮年民众只能望苗兴叹。开放疫苗残剂施打消息传出后，全台各医疗院所电话被打爆，各地疫苗接种点前也大排长龙。有年轻人直言，自己的排序很靠后，万一等到的是自产疫苗，不如先抢进口疫苗残剂。但由于民进党当局并未出台实施细则，有的民众一个人帮全家老小一起登记，有的甚至跑了好几家诊所重复登记。碰运气啦，看起来好像蛮多人登记的。你会选择好几个诊所一起登记吗？是啊，那这样子是不是变成到时候诊所的大名单也是会重复，通知处理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变成大家也很混乱？台北市晴光诊所周五下午2点紧急在社交账号宣布，候补名单已来到500-600人，但残剂数量并不多，也不是天天都有，因此院方已截止登记。台中市周五的9个疫苗接种点，一共打了18针残剂，平均一个地方只能接种2人。然而到现场预约的就有上百人。台南市长黄伟哲称，消息才宣布，台南就接到外县市民众询问，台北打不到，能不能来台南打？他直言，开放残疾预约接种会造成乱象及特权介入。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民众对残疾有很大希望，但最后都是失望的。对此，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指挥中心似乎都是今天公布，明天就要各县市政府执行，对执行前应有的准备却欠缺沟通和规划。评论质疑，过去抢购疫苗政策已被认为落后部署，疫苗配送跟施打政策又常让各县市不及准备，难道不能超前部署吗？台湾中时电子报周六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当前台湾新冠疫苗严重不足，施打率只有7%。但民进党当局一方面拒绝从商业正途购买疫苗，百般阻挠民间企业团体捐赠；另一方面是左手掩盖第2类优先施打名单，右手却又开放青壮年施打阿斯利康疫苗残业。矛盾政策衍生的特权现象已够让人丧气，如今还把新冠疫苗当机会疫苗，要年轻人只能候补残业，如同抢食落地面包残屑，还不见得抢得到。如此光景，岂能不让人更觉愤怒？现在的政府是无良啊！它不止无能，它是无良。光残疾2个字就是一个很好笑 ridiculous 的一个状况了，是变得乞丐疫苗乞丐，本来是蔡英文自己的事情，他一个人当疫苗乞丐就好了。结果现在呢，他发明一个残疾，把全部的老百姓全部的把他拖进去，每个人都变成疫苗乞丐们啊！第一个真的是非常的好笑跟荒谬。第二，残疾。整个现在陈时中的政策是把他说地方自己决定，你怎么决定？那就是人去决定啊，人去决定，难免就会有请托、拜托，那这不就是特权？对于岛内出现的防疫乱象，台监察部门已累计立案4件相关的调查案件，并传出可能约询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面对这一可能情况，陈时中的上司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周日站出来替陈时中打抱不平。现在因为变种病毒肆虐，我们疫情有了新的冲击，防疫团队也夜以继日的努力。我们不要在这种时候就反过来苛责陈时中、苛责防疫团队，这是相当不厚道，也非常不公平。新北市议员叶元之批评苏贞昌如此下指导棋，完全逾越了自己的权利。叶元之认为，防疫政策及疫苗采购一直是岛内民众最关心的议题。苏贞昌对防疫失职也有责任，如今刻意阻挡，看来苏贞昌心中只关心官位，毫不在意民众生死。近日，五角大楼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3项对非军售交易，总价值约26亿美元。
而在该声明发表之际，美国政府正试图延长其在菲律宾的驻军协议。该协议对美国的亚太战略至关重要。专家表示，在如此敏感时刻向菲律宾出售巨额军火，足以证明菲律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重要性。据悉，五角大楼的3项对菲军售交易分别是出售10架 F-16C Block 7072战斗机和2架 F-16D Block 7072战斗机，包括其配套的武器装备和培训，价值24.3亿美元；出售12枚鱼叉2型导弹和2枚训练导弹以及相关备件和设备，价值1.2亿美元；出售24枚响尾蛇导弹、24枚训练弹和相关配套设备，价值4240万美元。目前，菲律宾空军最先进的战机就是韩国制造的 FA-50精英。这种在教练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攻击机，战斗力偏弱，只能发射较老版本的响尾蛇近距空导弹，不具备发射精确制导炸弹的能力。唯一能发射的小牛空地导弹，则存在威力偏弱的问题，对地对海攻击能力有限。此前，菲律宾空军一直打算购买一款现代化喷气式战斗机，候选对象为美制 F-16和瑞典 JSA-39鹰狮。很明显，菲律宾选择这2款战斗机有着更多的政治考虑。购买美制 F-16意味着加强与美国的政治联系。购买鹰狮虽然在武器和航电、发动机等方面依然难以摆脱对美依赖，但瑞典毕竟是中立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菲律宾与美国的联系。如果菲律宾最终选择购买 F-16，那菲律宾未来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实际上就已透露了诸多信号。菲律宾军队迄今依然以美制武器为主。有分析指，从本次军售看，美国出售给菲律宾的 F-16战斗机是最新型号，价格上也说明其很可能是高配版本。而出售的导弹则说明菲律宾空军有意增强对海攻击能力，对地攻击和空战能力则十分有限。一旦菲律宾空军正式装备挂载鱼叉反舰导弹的 F-16战斗机，并让其形成战力，其指向性已经非常明显了。在西太相关海域的看法上，一些菲律宾政界人士与杜特尔特总统有着较大的分歧。前者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占更多便宜，而杜特尔特总统则有意避免菲律宾过度向美国靠拢。杜特尔特本人及其家族和美国应该说距离是有相对的遥远，但是我们知道菲律宾这个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又是非常的紧密，那么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而且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联盟关系，所以呢，美国对菲律宾进行军事这种销售，应该说是它联盟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式，而且这种军火销售也是表明了这个美国依然对于菲律宾的这种军事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一个影响。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埃里克·塞耶斯则表示，这一举动似乎是华盛顿为确保美国仍然是马尼拉的首选安全伙伴而采取的一种主动努力。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几项军事协议都依赖于访问部队协议。该协议为数千名美军进出菲律宾进行战争演习提供了规则，对于美国在南海地区保持存在具有重大意义。去年2月，菲律宾宣布终止与美国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随后又2次宣布暂停终止协议6个月。今年6月14号，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宣布，总统杜特尔特决定第3次暂停终止与美国的访问部队协议，为期6个月。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批准对菲军售，也被认为是在为恢复访问部队协议向马尼拉伸出橄榄枝。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在南海周边的布局不仅仅是瞄准菲律宾。美国与印尼在巴旦岛建设的海事训练中心周五举行动工仪式。训练中心耗资350万美元兴建，将设有客室、军营及1个发射台，由印尼海事安全局营运。巴旦岛是印尼战略要地，位于马六甲海峡和南海的交汇口。美国驻印尼大使以视频形式出席仪式。他说，海事训练中心会是美国与印尼持续努力提升区域安全的一部分。美国现在是想方设法想在南海以及附近海域加强美国的军事存在。那这个基地的设立呢，应该说，它是美国的一个战略的考虑。那么实际上它是想以一个相对微妙的方式来加强美国在这个海域的存在。当然我们也知道，印尼呢应该说在南海问题上态度相对温和，也不会完全追随美国，但是呢它也有借助于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诉求。所以说这是一个虽然不是那种军事价值非常敏感，但是呢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存在。虽然不停拉拢盟友搅局亚太，但美国自身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似乎捉襟见肘。据美媒报道，周3至周4，美海军里根号航母在印度洋与印军进行了一次演习。
报道提到，里根号是在上周与新加坡海军开展联合演习后，从南海进入印度洋。报道称，总部位于日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前方部署航母里根号将罕见地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区域执行巡逻任务，以支持美军结束20年的阿富汗战争。里根号航母将接替艾森豪威尔号。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自今年4月起就开始在中东地区行动，并在1年内进行了第2次部署。与此同时，卡尔文3号航母攻击群在即将部署之前，一直在夏威夷附近进行演习。据了解，这个航母攻击群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晚些时候部署到印度太平洋地区，以填补里根号前往中东留下的空白。报道称，美国海军航母的移动也显示了航母部队正在承受的压力。为了满足作战指挥官的要求，美国海军航母部队在去年不得不多次执行双泵部署，艾森豪威尔号和罗斯福号都不得不在1年内部署2次。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美国与印尼近日在巴旦岛举行联合战略海事中心的动工仪式。这个耗资350万美元的训练中心将设有教室、兵营和发射台。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是的，程倩，这个所谓美印联合战略海事中心的名称是具有迷惑性与欺骗性的。说的直白些，它就是一座军事基地。在研判一座军事基地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看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这是任何一座军事基地之所以建立的重要前提。巴旦岛位于马六甲海峡东部航路出口，正对着新加坡，是马六甲海峡通往南海的必经之处。巴旦岛拥有得天独厚的港池资源，我看了一下卫星图片，发现它容积最大的北部港池出海口恰好正对着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这个港池的容量起码是樟宜基地的10倍以上。从今年3月的卫星图片来看，这座港池已经逐渐完成了填海工程与土地平整工作。我有预感，美印在这个动工仪式之前，早就进行了一系列工程建设的准备。就在这座港池的东南5公里外，是巴旦岛机场。虽然目前这是一座民用机场，但是机场跑道两端的土地平整工作已经完成了。这是军事化扩建的重要特征，意味着这座机场将在未来逐渐成为一座军民两用机场。此外，这座机场的起降跑道长度为4000米，这意味着它可以起降美军所有型号的战机。一座小岛同时拥有潜力巨大的港池与可以起降所有型号军机的机场，还构筑了可供防空导弹、反舰导弹进驻的发射台，这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我个人推测这个350万美元也只是先期投入。美国与印度尼西亚方面显然对这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基地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与打算。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星罗棋布的岛屿千千万万，美国人为何对巴旦岛情有独钟呢？我觉得这里面起码有3层用意。首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这几年频频发表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立场性宣言，这让美国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美国选中印度尼西亚这个新加坡邻国加深军事合作，显然有敲打新加坡的意思。其次，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作为一个人工填海构筑的核维式基地，它的容量有限，虽然能够停泊美军的核动力航母，但是航母往里面一横，可供其他舰艇停泊的空间就十分有限了。舰艇停泊的过于密集，很容易被一锅端。美军研判认为，的确需要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寻找一个更有利于大型舰队进驻的天然良港。再者，巴旦岛位于马六甲海峡东侧出口，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佳战略位置。在这里建设一座军事基地，确实能对中国从南海通往印度洋的海上航路形成直接威胁。既然美国加紧与印尼的军事合作是冲着南海来的，那么您如何解读美国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有什么样新的动向吗？之前我讲过拜登在外交政策上与特朗普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待盟友的态度上。在特朗普眼中，这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盟友这些年表现得太过拉胯了，出工不出力，还想让美国充当安全防务的冤大头，白吃白喝到老子头上了，不行，必须把这笔账算清楚。但拜登不一样，他与过往历届美国总统一样，相信结盟的力量，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亲兄弟是不能明算账的。尤其是当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进入到一个下滑区间的时候，盟友的支持是很关键的。那么具体放到亚太地区，这个趋势特别明显。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新加坡不选边站的立场宣示，前不久菲律宾还历史上第3次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访问部队协议。这意味着美国距离南海区域距离最近的菲律宾几座军事基地将无法使用。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意味着美国在东盟内部的一些盟友正在隐晦地公开要价。失去这些盟友的支持，美国很难在南海附近与中国进行博弈。这同样意味着东盟一些国家已经读懂了拜登那句“美国回来了”的政治意涵，现在纷纷将要价摆上台面。美国是真的回来了，还是假装回来了，就看真金白银什么时候到位了。据我的观察，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有几个显著的特征。首先，美军显著提升了所谓航行自由军事行动的频次。最直观的新动向是，美军航母编队进入南海的频次增加，并且不再以过往年度海上部署的方式定期的假装路过，而是毫无预兆的来回出入南海，是一种以实战化为背景的无规律出现。其次，制造或鼓动制造南海区域内的这个海上争端，尤其是南海域内国家，比如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与中国的海上对峙，借此制造新的争端与冲突热点，扼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营造的和平稳定氛围。再者，从历史的垃圾堆中翻出所谓南海仲裁案，对域内国家挑拨离间，破坏现有的区域政治共识。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却总在边海纠纷的现场充当这个所谓调停者的角色。由此可见，拜登政府显然将南海视为与中国进行博弈的主舞台之一，正如他们将克里米亚与黑海作为与俄罗斯博弈的主战场一样。这意味着围绕南海问题将在未来肉眼可见的时间里极有可能爆发新的冲突点。这个冲突很可能是直接的海空军事摩擦，也有可能是围绕区域政治影响力的外交博弈，也可能会是假借国际争端调解体系进行的法理之争。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决定首次评选颁授七一勋章，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经中共中央批准，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将于周二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是党内至高荣誉。七一勋章于周日首次公开了实物造型，以朴素庄重为主要设计理念，以红色章体采用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元素。章做到几乎完美，把平面的理念用立体的东西做出来。设计制作团队用足了心思，对设计文化遗产是制作过程中最复杂、最精湛的手工艺。因为这个是什么？代表着最高荣誉，讲的要节约、简朴，不要奢华，但是工艺是精益求精的，用精益求精的手法达到最高级别的奖章。有别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的金属章链，七一勋章使用织物绶带，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成立逢5逢10的年份授予。第一印象就是庄重大气，非常惊艳，感觉是有史以来设计最为精美的中国勋章，各种元素非常契合，既有传统元素，又有现代性，融合得非常好。与现在世界上各国颁发的勋章相比，又极富中国特色，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欣慰的，而且备受鼓舞。至此，中国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中的5章已经全部公开，一套完备的制度建立起来了。这对于国家、党和人民都是非常荣耀的事情。那么，七一勋章将授予哪些人呢？按照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傅兴国在今年3月23号的介绍，七一勋章人选的提名条件主要有4项。
一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二是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杰出贡献，建立卓越功勋；三是道德品行高尚，创造宝贵精神财富；四是在全党全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赞誉。5月31号，29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产生，名单涵盖了多个领域的候选人，包括战斗英雄、科学家、社区工作者、艺术家、外交官、民族团结先锋、教育工作者和警察。他们中有曾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有常年坚守边疆、巩固国防的戍边英雄，有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优秀干部，有兢兢业业、锐意探索的专家人才。有人历经革命斗争与建设改革的各个年代，阅尽世纪沧桑；也有人正值芳华，却为了国家的尊严、人民的幸福，献出了宝贵青春。值得注意的是，当中最年轻的是出生于1987年的陈红军，他就是去年6月在加勒万河谷与印军战斗时牺牲的4名中国军人之一。提名公示称其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杰出代表，在同外军战斗中英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被追授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曾经有网友说，光是了解此次七一勋章公示名单中的功勋人物的事迹，就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正是在他们的卓绝努力下，我们才从一个落后的国家逐步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恰恰就是我们国家不断进步成长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七一勋章颁授给中国共产党最优秀分子，就说明了富有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在这片土地上的蓬勃生机，并且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党的18大以来，我国建立起以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以及功勋部的5章1部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资深勋章文化研究者唐斯向深圳卫视记者介绍，除了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外，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一般定期授予，也可视情及时授予，目前有9人获得。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做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目前总共有31人获得，一般冠以人民等称谓，例如人民英雄、人民卫士、人民科学家、人民艺术家、人民教育家等。而国家功勋部则是用于记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录及其功绩。八一勋章是军队最高荣誉，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一般每5年授予1次，目前有10人获得。此外，国家设立友谊勋章，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目前有9人获得。